没想到于总年仅23岁就做到如此成就，真是我辈楷模啊！听说于总上大学前就已经积累了第一桶金，真是年少有为呀！我宣布，今日于氏集团上市称于世阳，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！我不是死了吗？2018年，难道我重生回了高考的前一天？那天，我跟妹妹觉醒了系统，系统让我们选择是高考750分，还是现金750万。我选择了750万，成为年少有为的企业家，而妹妹于世磊选择了750分，却被家长和考生质疑，最终精神失常。高考得分750分，现金750万，请二位善者做出你们的选择。于世瑶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不选，就让你妹妹先选了。重活一次，我还是选择750万吗？我选750万。世磊，你怎么这么傻？高考得了750分，绝对是光宗耀祖了呀，还怕这么扣区区750万吗？妈，你不知道，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梦。那个噩梦，就是因为高考750分而起。我再也不想经历梦中的场景。难道于世磊也重生了？虽然750万倒也不错，但是世磊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考750分，就让你们姐姐吧。姐姐，上辈子你选择750分，成为风光无两的企业家，而我选择750分，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重来一世，我抢先选择750万，看你还怎么风光。我的2个女儿都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于世磊选择750万，于世瑶选择高考750分。望系统成全。心计之足，身自安之。愿祖长安乐，多求所道情。于世磊，上一世你因为我选择了750万嫉妒而害死我。既然重生调换选择，那我就让你好好看看，我用750分也能逆转人生。姐姐，你肯定想不到，我的彩票中奖了，奖金正好是750万，有钱可真省。我新买了一辆车，要不要借你开开啊？于世磊，这笔钱省着点吧，750万明显。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？你以为高考拿750分很光荣吗？错，那才是真正的噩梦。于世瑶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，目光短浅，鼠目寸光。好啊，于世瑶，你竟然敢这么说我！你给我等着，我倒要看看，等到高考结束后，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？于世磊，你以为选750万就没有带走？小富婆，年纪轻轻就有好几百万，不如给兄弟们分分，让哥几个好陪你玩玩。我没有钱。妈把你赚了750万的事情传大街小巷，人尽皆知，你还敢说你没有钱？我妈产饭。对，就是你亲妈。要不是她，哥几个还不知道你有750万的事情。来啊，拍几张艺术照，看配合不配合？那天我把钱给他们之后，他们并没有删除照片，
反而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的问我要钱。这几个人也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意外。于是嘞，意外之财最容易惹祸上身。希望你面对这群流氓的时候，还能这么趾高气扬。申磊，考累了就在考场上睡会儿，反正你已经有750万了，不用再和这群人一样瞎努力。是啊，考得好又有什么用呢？姐姐，你应该好好珍惜一下此时此刻，这应该是你人生当中最大的事。如果我是你，就不会穿得这么招摇撞骗，有人正怒。呀，你看都有。我先进去。那个就是孟庆芬口中赚大钱的女儿吧？兄弟们，未来几年零花钱就靠她了。上一世我是靠彩票兑现了那750万，不知道这750分是通过什么方式兑现的。原来答案是直接浮现在眼前啊！老师，交卷。这位考生，这毕竟是关乎命运的一场考试，你要不仔细考虑一下再交卷，千万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不必了，我确认交卷。而有的是钱，就算考上了一个好大学，还不是一样要赚钱的。老师，我也在这。怎么又来了一个对自己未来人生如此不负责的学生？天哪！仅仅半个小时，就完成了出题量最大的语文试卷，这究竟是怎样的天纵奇才呀！今天竟然有2名学生提前交卷，各位让你采访。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第一个交卷的？并不是，我提前出考场，是因为交了白卷。交白卷？高考这么重要的考试，你竟然交白卷？这位考生，你该不会是在逗我吧？我哪有闲工夫逗你们玩？我呢，有的是。不像某些人，只能靠考上一个好大学来改变命运。这傻女人真能给咱们机会，趁别人注意力还在考场里，快点跟上！这位考生，你没有交白卷吧？没有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能预估一下你的考试成绩吗？那我保守一点啊。保守点好，保守点好。保守估计的话，449分吧。什么？749分？保守估计的话，449分吧。什么？749分？对啊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就是750分。749分？对啊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。于志阳，你也太不知道低调了吧？怎么当着记者的面，什么话都往外说？妈，好心提醒你一句，财不外露，有惹火上身。于志阳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比起我的事，现在是不是更应该关心关心妹妹为什么这么晚还没回来？你妹妹她现在是个小富婆了，有了钱当然要跟身份相当的朋友走动走动，用得着你还多管闲事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志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志磊，你怎么哭了？啊，那个，我回来的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你这孩子太不小心了。对了，妈刚收到短信，说你卡里扣了10多万块钱，你的钱究竟花哪里去了？那个我同学最近给我推荐了一个投资项目，我就投了10万进去。放心，
肯定赚钱。不愧是我的好女儿，这么小就有经商头脑，不像你一整个天都没。石磊，今天考试辛苦了，你等下，妈去给你起身。啊，谢谢妈。有投资啊？那就祝你投资愉快，可别被人狮子大开口，甩也甩不掉，最后血本无归。于世瑶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于世瑶为什么那么高兴？难道我突然有钱的事情是他告诉那些小混混？对，一定是他。于世瑶，你别高兴的太早，等到高考放榜那天，就是你的死期。喂，我可以给你们钱，但是你们要帮我做一件事。青衣同学，暮日月明光，山河浮萍，蔚然苍茫。这个考生的作文文思隽永，力透纸背，入手又明月问，哪云锦知道？我认为这个考生作文该得满分。这个学生竟然答出了满分答卷，竟然雷到大齐，足足用了5种不同的解法。这个学生的语法用的比留洋归来的我还要地道。今年的满分答卷就是他了。我们学校竟然出了一位高考满分大神，竟然还是我的同班同学于诗瑶。高考满分这么厉害？于诗瑶，这就是高考满分的状元吗？快让我瞻仰瞻仰！你也太厉害了吧！高考试卷都能全部满分，估计清北大学指定要你。石阳同学，董校长，石阳同学，你这次可是替咱们学校争了光，而且是开天辟地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荣光。我代表学校邀请你担任咱们学校的100年校友，这是咱们学校给你准备的30万的奖学金，一点心意。待会教务处的首长过来，多替咱们学校美言几句啊！还是学校教的好。董校长，于诗瑶，他不配得到这个。上一世就是这几个家伙，成为我挥之不去的噩梦。没想到这一世，于世磊竟然同这些混蛋沆瀣一气了。你刚刚说于世瑶同学不配享有这样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高考的考场上作弊？什么？作弊？这位同学，话可不能乱讲。高考可是规格最高的考试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于世瑶同学作弊了？实不相瞒，我是于世瑶的妹妹，和她在同一个考场，我亲眼看她在考场上拿出了在家里准备好的小抄。于世瑶竟然这么大胆，高考都敢作弊！我就说怎么有人高考能拿满分，原来是走捷径的作弊啊！大家冷静一点，大家冷静一点。现在只凭于世雷的口头作证，那也证明不了于世瑶作弊。呸！你们都没听见吗？当妹妹的亲自出来指认姐姐了，还不能证明她作弊吗？于世磊，你到底给了他们多少钱，让他们如此侮辱我？我可没有，你别胡说。董校长，我是想让姐姐早点迷途知返，没想到却遭此污蔑。于世瑶，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谁怀疑谁举证。于世磊，既然你怀疑我高考作弊，那你就拿出证据，否则我一定会告你诽谤。假如证据是他，那我拿给你看啊。董校长，这些都是我姐姐平时在学校里的考试成绩，总分也不过500多分，但是她却在高考的时候考出了750分的满分，总不可能是超常发挥吧？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于世瑶的成绩平时在我们班并不突出啊。难道这里边确实有什么猫腻？于世磊，谁让你偷拿我的卷子？还给我！你们看，作弊的急了。平常考试才考500多分，高考一下就能得满分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！于世瑶，
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解释点。还要解释吗？于世阳，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于世阳，你今天必须当着众多老师、同学，还有广大网友的面解释清楚，你当初是怎么作弊？对，我打开直播，让他好好涨分。这学校，这个作弊的考生，高考作弊，呸，真不要脸！这种人就应该让警察给他抓起来。对，抓起来，让他玷污高考真实性。一个嘉年华就一个嘉年华，这不赚翻了吗？小妞，你这主意不错呀。说他什么钱？问你3场。不用，我1分都不要，我只要他死。还有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，把照片删了。放心好了，哥哥我这人最讲信誉。于世阳，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解释这一切。上一世，任凭我说破嘴皮，也没有一个人来为我作证。这一世，我要让你也尝尝我遭受的白眼和痛苦。怎么办？高考之前的每一次考试，确确实实只考了500多分。说这750分是我凭自己的本事考出来的，谁会信啊？于世阳，这是想什么呢？现在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，你不应该向校友还有全国的网友解释一下吗？董校长，你就别为难我姐姐了。她一个作弊的人，你还让她怎么解释啊？要我说，你就赶紧把她抓起来，别等到教育署的署长来了，看到咱们学校的笑话。于世阳，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，待会王社长过来，你要亲自向他道歉。我又没有做错事，为什么要解释？还怎样呢？难道你有办法证明你没有作弊吗？难不成你想要将系统的事情说出去？你觉得这么离谱的事情有人会信？还是说你觉得会有人为你作证啊？他急了，他急了。你怎么知道没有人为我证明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能证明于世阳同学的成绩真实有效。于世磊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别的方法来证明？谁为你证明？我能证明。是教育署的王署长吗？董校长，同学们，我们教育署调取了考场的监控、阅卷室的监控，并和现场的监考老师进行了询问，完全可以证明于世瑶同学并没有作弊，750分完完全全是于世瑶同学凭自己的实力考出来的。不会，上一世根本没有任何人为我证明。于世磊，我们都重活于世，你以为只有你会耍心思吗？您好，请问您是教育署的王署长吗？高考结束后，江城一中高3、2班的一名考生能取得满分750分的成绩。750分，高考满分？我警告你啊，胡言乱语可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是真是假，您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只是我想拜托王署长您一件事，成绩出来之后，请王署长第一时间调取考场内外的监控，还这位考生一个清白，也是还教育界一个奇迹。我们省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一位高考状元，却被你们这些人横加诽谤，这是教师的失职，学校的无能，教育界的耻辱啊！是，我这王署长教育的事，就算退1万步，即使我让你们作弊，你们能考到750分的满分吗？你能？还是你能？还是你们能？啊，这件事情的确是我们校方的严重失误。世瑶同学，我就说嘛，你可是咱们一中的骄傲，怎么可能做出作弊这么不堪的事情？刚刚都是误会，校方对您的奖赏不变。不用了，冯校长，借妹妹的光，刚刚我已经大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于世磊啊，于世磊，要不是我早有准备，恐怕早就被你制造的铺天盖地的舆论给压垮了。不过现在，你这是什么？
拜你所赐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考了750分了。让我看看啊！哎呀，这短短一会儿就已经赚到了30万的打赏，多亏了你才能让我发这笔大财。算了，我们因为5位高考状元导致直播间被封了，我都马上有节目无法体现了。怎么回事？你说把他作弊的事情直播出去，我们就能得到很多打赏吗？全没了！把你的照片传到网上去，说不定会更多的网友喜欢的。同学们，快来看看呀，看你们学校女生有多么的放肆！不要，我求求你不要！我求求你放过我，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在这儿看你。于虎谋皮固然威风，但你或许忘了，那是一只吃人的虎。放过你！刚刚的损失到底怎么算？会让我们哥几个白跑一趟吗？你怎么是个傻子呢？你相信我，我还有后手。一会儿我一定让你赚到比直播间打赏更多的收益。把刚刚的钱给我，10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同学们好好看看手机里的好东西。不要！要不要看一看好东西？好东西啊！好，我给你。到账100万元。于世瑶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教育署的人都出来作证了，这么看来，于世瑶的成绩确实是凭自己本事考出来的。这个于诗磊肯定是嫉妒他姐姐考得比他高。哎，我知道这个女孩当年高考的试卷交了白卷，是学渣。你看看这些高中毕业的学生都比你明白事理，你这个校长是怎么当的？750分，高考满分。我们省教育界绝对不能因为你损失这么一位优秀的宣传榜样。是，黄书上教育的是。哎，石瑶同学，我也表歉意，我做主了，将你的那个奖学金追加到50万，但是你得多替我们母校宣传宣传，好吧？哎，不必了，董校长，你这种满肚子算计的奖学金，我可不敢说。有骨气，不愧是我清北大学看中的人才。竟然是清北大学招生办的孙老师，看来他们是想要来抢于世瑶同学了。当然了，高考750分可谓是空前绝后，全国名校当然抢他了。于世瑶，你没有想到吧？我叫清北大学的孙老师也给请来了，但是750分只能在高考考场上实现。如果我现场让清北大学的孙老师给你一堂测试，看看你这次怎么破。于世瑶同学，我代表清北大学诚邀你来我们学校学习。鉴于你在高考中的出色表现，清北大学决定将你的学费、食宿费全免，并且清北大学每年将给你20万的奖学金。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来我们学校啊？能进清北大学学习，我将用知识创造更多财富。我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机会。孙老师，我愿意去。孙老师，于世瑶根本没有资格进入清北学习，因为他高考作弊。怎么回事？我刚刚不是已经解释清楚了？于世瑶高考过程中没有任何作弊的现象，所以他的成绩真实有效。那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，实际上是我姐姐的作弊手段太高超了，所以你们都没有发现。这些东西是我在姐姐的书包里找的。这副耳机是国外最新款的作弊耳机，只需要将它放进耳朵，然后带进考场，就可以躲过考试前的搜身。你是说于世瑶考试的内容都是通过这个耳机传给他，可高考的试卷在开封前是保密的，怎么可能有人提前知道答案呢？会不会是有人在考场里面看到试卷，出了考场，
然后再把答案传递给于诗瑶。我没有，这一点王署长就可以证明我的清白。的确不可能，每一科诗瑶同学都是第一个交卷，哪有人有时间给他传答案呢？他给别人传答案还差不多。王署长，您说的确实有道理，这就不得不提我姐姐的第2件作弊装备。姐姐，这支圆珠笔你眼熟吗？这支圆珠笔里面有高分辨率的隐形摄像头，它能将事件拍照，然后传到外面。这就是我姐姐的作弊方法。我知道了，这小样是买了作弊设备，实时拍照传给国内外大神，然后大神再同步答案，通过耳机传递给他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没有使用作弊仪器，是于世磊他污蔑我的。于诗瑶，这确实不是你的东西，而是我花了大价钱买来的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？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就可以等着生根发芽了。王署长，您只需要将考试的监控调出来，跟这支笔的外观对比一下，您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。小王，给我查一下于世瑶考试现场的监控视频，要一张他手里笔的特写照片。对，就是那个750分的学生。于世磊手中的这支笔确实跟我高考时候的一模一样。照片发过来。这支笔的确是于世瑶考试的时候用的那支笔。于世瑶，你老实的告诉我们，到底有没有用这个东西作弊？我没有，即便这2支笔长得一模一样，我那支也只是普通的水性笔，而且我根本没有拿什么耳机进考场。是啊，一模一样的笔有很多，不能仅凭一支笔就判定于世瑶同学作弊，更何况高考的防作弊措施滴水不漏，我不相信有人能把作弊的设备带进去。哎，那个老头，他妹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个笔是从他的书包里找出来的，肯定是他的。那不是我的，分明是于世磊栽赃陷害我。闭嘴吧，作弊狗！各位领导，其实想要知道我姐姐有没有作弊并不难，我有一个办法。哦，什么办法？说来听听。我听说清北大学有入学测试，孙老师，您只需要拿出一套试卷，让我姐姐现场答题。如果她能拿出高考的水平，那就能证明她的成绩是真的；如果没有，那她就一定是作弊。您意下如何？于世瑶，上一世就是因为我没有通过清北大学的入学测试，才让世人全都相信了我在高考考场上作弊，我却百口莫辩，导致我精神失常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通过测试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于世瑶，这个是我们清北大学内部的入学测验题，只要你能够达到90分以上的水平，那你的成绩就再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异议。这也是为你的清白着想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上一世于世磊就是因为没有通过入学测试才被世人唾弃。不行，我不能参加这次测试。我不同意，明明是他污蔑我，为什么非要我自证？姐姐，你该不会是怕了吧？你怕测试成绩不理想，暴露你作弊的事实？什么？高考750分作弊事件已经引起了教育部的高度重视。什么？高考750分作弊事件已经引起了教育部的高度重视。教育部让我们今天就给个说法。什么？现在全网铺天盖地都是在质疑于世瑶成绩的真实性，甚至外网已经发起了投票。我花钱在外网设立了一个网站，有很多关注，到时候你现场直播他考试答题，肯定更有赚。兄弟，脑子还挺聪明的嘛，有没有兴趣做大哥这么人？什么
废物！事情之后记得把我照片删了。知道了，我会删的。于世瑶，现在全网都在质疑你作弊，这个事件你是做也得做，不做也得做。世瑶同学，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这套题是你唯一自证清白的机会。这份试卷你必须现场作答，否则我就认为你是做贼心虚，清北大学将永不录取。是啊，世阳同学，你就做一下这套卷子，反正也没有什么损失嘛。姐姐，这么多同学和网友都看着你要是真的作弊，那就跪下道歉，没有人会追究你什么的。嘿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，高考作弊那是重罪，接受刑事处罚了。我差点都忘了这一层。姐姐，那你可得赶紧承认，这算是自首，说不定还能争取一个宽大处理呢。于世磊，你就这么想置我于死地？当然，你知不知道，在那个你过得可比我好太多。你就是让把我吃过的一件一件全都尝了。好了，不要再争执了。于世瑶，准备答题吧。你确定这次万无一失？好多个榜一大哥可都放话了，最喜欢这种作弊被打脸的桥段。他于世瑶若是真的作弊，他们可都愿意给我刷上百个嘉年华呢。放心吧，于世瑶平日里的成绩我最清楚不过，这次众目睽睽之下，他该露出狐狸尾巴。很好，若是你让我白白损失这一波打赏，后果你知道的。说是他能考出90分以上，悉听分辨。于世瑶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通过测试。怎么办？别说重活一试了，也就是再多学个10年20年，这个入学测试我也考不到90分以上。王处长，于书瑶的成绩恐怕真有问题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当初于书瑶参加高考，不过半个小时就做完了所有的题目，可现在已经1个多小时了，于书瑶还在做题。显然他不是750分天才该有的实力啊！姐姐，答不出来题就赶紧交卷吧，硬拖着也没什么意思。对呀，不如给自己一个痛快，让我也早点好拿钱回去庆祝啊！闭嘴！考试还在考试。提醒考生，离考试结束还有5分钟。姐姐还在做无谓的挣扎呢，放弃吧，该交卷了。答完了。姐姐，你还算识相，知道答不完了就赶紧交卷，这样好歹还能有一些零星分数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能把这些题全都写完？怎么样啊，妹妹？看你的表情，好像是失算了。全都写完了又能？走，又不是看谁写的多，我看你也得练。各位领导，我请小王当场批卷。我来吧。我宣布，于诗瑶的成绩是。我宣布，于诗瑶的成绩是。
怎么样，于诗瑶的成绩是不是很糟糕？于诗瑶，不忙了，高考你听大哥们，听到没有？于诗瑶就是作弊。嘉年华，走一波！说什么呢？我的意思是，很可惜，我们彻底得罪了一位空前绝后的天才。于诗瑶就是满分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知道，于诗瑶最擅长的就是数学。各位你们换一个其他的科目考一考，他估计连及格都很难。于诗磊说的没错，我确实偏科，但他没想到的是，上一世我接手了国家重点航天项目，使我不得不进一步钻研数学，所以我有能力在高考数学中拿到满分。至于别的科目，则是完全没有可能。诗瑶同学，那不如你把这份理综的卷子给答一下，好让各位老师也开开眼啊。于诗瑶，有胆量你就把这套理综的卷子答一下。于诗磊，你以为我会让你的阴谋得逞吗？是时候该我反击了。这套卷子我做，并且清北大学未不去。什么？别呀，诗瑶同学，我为刚才对你的看不起，对你表示歉意哈。我请你好好的考虑考虑，我们清北大学呀，真的是全国最好的学府，肯定是你最佳的选择呀。是啊，诗瑶同学，你可千万别浪费你的天赋啊！哎呀，诗瑶同学，就当是老师求求你了，咱们学校已经几十年没有出过清北的才子了。你要是去了别的学校，那我这个校长也算是走到头了。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别的学校了？啊，石瑶同学，那你是答应来我们清北大学了？刚不是说了吗？清北大学我是不会去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哪儿都不去，我要重新复读1年。复读？我哪儿都不去，我要重新复读1年。复读？石瑶同学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可是750分的高考状元呐！我没开玩笑，我刚解释了，你们不信。教育署的人也派人来调查，你们也不信。我刚又做出了一套满分的数学卷子，你们还是不信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只好复读参加明年的高考，来证明我的清白了。石瑶同学，求求你再考虑考虑吧。石瑶同学。石瑶同学，你是改变主意了吗？哎呀，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，我们清北大学一定全都满足你啊！不，我只是给各位老师一点建议，希望明年的高考题你们要出的难一点，否则再让我轻轻松松拿到750分，到时候在座的各位老师就能面目全非。这个高考状元好飒呀！这些校长、主任什么的，也太愚蠢了吧！竟把一名高考状元逼到这种程度。就是，女生优秀还有错了，凭什么遭受这么多质疑？河南做了好事，得到了大赏，全都跑操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孙老师，您听我说，于诗瑶她是故意复读的，还有一个每逢高考。够了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清北大学怎么会做出这样一个好学生？我要好好的想一想，怎么跟校长解释这件事情。没空谈。您听我解释，我解释什么呀？你还不长等心？陪你们学校，
就不配拥有清北大学的学生。想考，想考，考之前欠我的钱是不是该还我？可别忘了，我手机里可是有你的照片的。我给。感谢于小姐赠车，早这么懂事不就好了吗？干嘛？滚开！我照片呢？放心，早删了。真的？你身上的油水早就被我榨干了，现在就是一个垃圾。就你那破照片，留在我这儿，我心脏。滚开！叶诗雅，这一切都是叶寒。我要上血债，血偿。家人们，这本书真的超值，谁买谁知道哈。我以我750分的名誉担保，这本书绝对物超所值。最后100本，多了没有？3、2、1，上链接。书籍3秒钟就抢光空了，这么快就被卖完了？谢谢家人们的支持，那我们马上也就要下播了。没点关注的家人，赶快点点关注，考试进步不迷路，拜拜。诗瑶，这是咱们这几天的成交金额，多亏了你这高考状元的名号，咱们一毕业都快实现财富自由了。照这种趋势下去，我用不了多久就能赚回前世那750万了。钱赚了不少，但是什么？我觉得有点可惜。你毕竟是咱们学校第1个满分的高考状元，万中瞩目的天才，竟然和我们这些落榜的同学一起做直播带货。没什么好可惜的，选择固然重要，但认清自己的能力更重要。不像有的人。今天诗磊集团正式成立，我要攻克世界性技术难题，研究可控性核聚变。我要攻克世界性技术难题，研究可控性核聚变。于总，可控性核聚变是世界性难题，如果攻克它，不夸张的说，可以让一个国家的实力向上飞跃一个台阶。您就这么有信心吗？于总，您这次高调宣布研究可控性核聚变，是不是在故意造势呢？毕竟您之前是有过恶意污蔑姐姐作弊的前科，被几大高校联合抵制。错，我有信心和实力。区区可控性核聚变，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难题。于总霸气，我们拭目以待。于诗瑶，别以为只有你会赚钱赚名声。我记得上一世，你就是攻克了可控性核聚变，才将公司顺利做上市。凭什么你可以，我就不可以？诗瑶，你快看，你妹妹说要研究可控性核聚变。什么？她研究不出来的。你怎么这么确定？上一世我边赚钱边研究，耗时5年，花费了10个亿，才艰难攻克这项基础的一小部分。于诗磊怎么可能凭借区750万就研究出这个难题？不信的话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我让你们来，不是让你们来摸鱼的。都1年了，可控性核聚变的项目一点进展都没有，你们是怎么好意思在这里偷懒的？不是，你让我们几个小学学历来研究什么狗屁核聚变，你脑子没进水吧？而且你当初叫我们来的时候，说是这又有钱赚，又有名拿，你可没说还得干活啊。是啊，都1年了，你这个当老板的连项目的门道都没有摸到，还好意思怪我们狗哥？前一世，我看到于世瑶轻轻松松就完成了这个项目，原以为很简单的，谁能想到这么难？话说又要高考了，你那个姐姐真的会参加高考？她会。真的？她这次要是发挥失常，可
可就是自己打自己脸。你懂什么？于世瑶有逢高考必750分的金手指，只要参加高考，就一定能拿满分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于世瑶参加这次的高考。李二狗，我再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你把这件事办成了，我就把这家公司送给你啊。这一届高考最引人瞩目的考生就是上一届高考满分的于诗瑶同学，全国上下都在等着于诗瑶同学续写满分奇迹。请问你是于诗瑶同学吗？是的，我是。太好了，我就说我没有看错。去年我们还见过一面呢，我也是江城一中去年高考的学生。啊，我好像有印象。那个，能麻烦您给我签个名吗？啊？您别误会，我有一个高一的妹妹，特别崇拜您，有了您做她的偶像，她学习不知道比以前努力多少。那好，我现在就签。给，小心！同学，你没事吧？你必须马上去医院，要不然……哟，让我来看看究竟是哪个倒霉蛋儿被我给撞了。第二个是你。第二个，你这是谋杀！于是啊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一没醉酒驾驶，二没肇事逃逸，这不过就是一场普普通通的车祸罢了。交警来了，就是让我赔点钱。你，诗瑶，你快去考场，不然来不及了。这荒郊野岭的，你都受伤了。于是啊，我看你怎么准时到达考场。第二个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你不想让我参加考试。那咋了？你拿我有办法吗？哎，诗瑶，你快上车呀！快，我送你去考场。你脑子没病吧？做好人好事也要分时候。就你这么重的伤，开车去考场，你就不怕你失血过多而死？别理他，我们上车，诗瑶，快！哎，你还真走了？你但凡走了，这修车的钱我他妈1分都不会给你。你闭嘴吧！你懂什么？诗瑶是我们所有学子的榜样，为了母校的荣耀，我会把他送到考场的。什么榜样？这些人真不可理喻。我们也拖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于是瑶他应该考上。于世瑶出车祸了！你们听好，立即启动1级应急方案，必须确保于世瑶的考场一路畅通。若是于世瑶有什么事情，你们都给我主动辞职！我早就说过了，于诗瑶她750分的成绩是靠作弊得来的。你们看，今天高考，她心虚的不敢来了吧？但是去年放榜的时候，不就已经证实过于世瑶没有作弊吗？我严重怀疑于诗瑶受到了教育署王署长的包庇，我保留对她检举的权利，以还我这1年来所受不白之冤。谢天谢地，终于准时送到了。诗瑶，你快去考试。老同学，等我出来，你的医药费和修车费我全包了。不用，你快去考试吧。那好吧，多谢你了。放开！你给我放开！我要继续考试。现在已经是过了开考的时间了，按照高考规定，开考15分钟后就不能进入考场，我得想办法拦住他。姐姐，你来的这么晚，是不是怕了呀？
于世尧同学，请问你为什么高考故意迟到？您身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？是遭遇什么意外了吗？松开于世磊，我没空跟你胡闹，我要继续考试。姐姐，这么多人采访，你今天不解释清楚，哪儿都不许去。还有1分钟，等这1分钟过去，我便可以坐实于诗瑶因为心虚不敢来高考。给我看看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阻拦高考考生入考场？王署长，我这是关心姐姐呢。你看姐姐一身的血。滚吧你！再惹祸就以扰乱高考罪论处。你想坐牢吗？凭什么？为什么上一世没有人这么帮我？各位观众，在我身后就是放榜电考，于世尧不负众望，连续2次在高考中取得了750分满分的优异成绩。听说这一次清北大学对于世尧势在必得，科学院专门组建了脑科学研究团队，对于世尧进行全方位研究。专家指出，若研究顺利，将提升人类的智商上限。我们遥望集团正式开业。世尧姐，我这辈子没服过别人，但是我真服了你啊！谁能想到世尧姐你能在高考中取得满分750分，而且是连续2次。是呀，世尧，没了你，我们这些老同学毕业之后可怎么办呀？全仰仗你啊！有了你的影响力，我们公司一定能一飞冲天，成为世界500强的企业。你们几个行了，咱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可不是吹牛。来，剪彩。他俩做什么？怎么，你们不欢迎我？王署长，我想我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，清北大学我是不会去的。您要是为了这件事而来，还是请您回去吧。不，我来这里啊，不是这件事。那是……咱们进一步说。首先，给你说一个好消息，李二狗已经被逮捕起来了。通过现场街道的监控，可以确认，李二狗当年那就是蓄意谋杀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。李二狗，前世今生你都是我噩梦的一部分，如今你落得如此下场，是罪有应得。现如今还没有证据证明于世磊是共犯，那个李二狗又咬死了不肯松口，所以很遗憾，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处置他。无妨，反正以于世磊作死的水平，他迟早要出事。话说王署长今天特意来，应该不只是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吧？还真让你说中了。我想知道世尧同学您连续2次高考750分，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？世尧同学，我没有怀疑你的意思，只是连续2次高考满分，实在是太过罕见。脑科学研究组织在研究过你的 DNA 后，也没有任何发现，所以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或许能对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呀。我知道王署长您没有怀疑我，毕竟在这2次高考中，您是唯一选择坚定相信我的人。只不过我获得高考满分的方法确实有些匪夷所思。有多匪夷所思？说是我说我有特异功能，您信吗？说是我说我有特异功能，您信吗？那你说来听听。事情经过就是这样。世尧同学，你是说当初有了一个系统，给了你每次高考必得750分的能力？王署长，您不相信也没关系，
我知道这件事情确实很难以执行。哦，我倒是觉得可以试一试。石瑶同学，我请求你，下次高考你一定也要参加呀！啊！喂，给我接教育！我发现了一个足以改写人类文明的机会。考试开始，请各位考生考试答题。今年的高考数学怎么还有附加题？不会是把科学院卷子拿出来了吧？肃静，这只是高考考场，在议论一定按违纪处理。请问如何研制可控核聚变？王署长，你可真够鸡贼的。快点查，快点查！到底怎么才能研究出可控性核聚变？我看你真是疯了，这要是能查出来，还要科学干什么？哎，可控性核聚变被研究出来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又是于世尧这个家伙！万万没想到呀！高考满分状元竟然还能破解科学技术难题。这届高考考生六过，当初碰到这道附加题，我还以为出卷组抽风了，没想到这道题根本不是给我们准备的。笑死我了！有些人用了多年时间，花了上千万都没搞明白的项目，让人家考生一张试卷就给解决了。于世尧，你怎么总是跟我作对？我杀了你！你好，经查明，您犯有造谣诽谤、教唆他人行凶、破坏高考秩序等多项案件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全都完了！这些考生看来都已经知道了。这一页的试题是专门给我准备的，让我看看这次王署长又给我准备了什么新花样。接下来的若干年里，我年年参加高考，专门给我准备的题目也从一开始的30分变成60分，100多分，最后几乎一半的分数都是给我准备的。世尧啊，感谢的话都已经说腻了。通过你的帮助，我们又一次突破了人类的技术壁垒啊！王署长，我希望以后咱们的高考附加题越来越少，咱们人类难以攻克的技术也越来越少。不过现在啊，连我刚上小学的孙女都把你当做偶像了啊！学术之路还很漫长，我只是比较幸运，有特异功能。不过我相信还有更多的学子能够凭借真才实学，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心既知足，身自安之。愿走长安乐，多求孙道齐。